一套新的玩具，思阳文化和闪燕工作室联合出品的这一套吧，目前是03、04、05这3盒产品，其实是不一样的。每一盒里边带的内容不一样，但是呢，它们之间又有很多的互动拼插的玩法。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原创系的戴亚克隆玩法的一套玩具吧，原创的机甲。但是呢，大体的逻辑以及它的比例其实是和戴亚克隆差不多的，里边还会带那种小人啊，那小人的尺寸跟戴亚克隆也基本差不多，但是价格是很实惠的。我们先从最小的这盒开始吧，指挥官级。刻画的还是比较精致的，应该就是戴亚克隆小人的尺寸，而且嘛，这些关节了、可动性了啥的都挺好，不到3公分，2.8左右的这么一个身高。然后我们把它的动力服拿出来，肚子这里可以打开，肚子这里边其实是2层的，打开以后里边是这个座舱、驾驶舱里边一些细节的内构刻画。还不错吧？小人坐在里边，把第一块透明件的绿色盖板盖上，这个相当于就是小人在驾驶这个机甲的时候的一个操作面板吧，包括它上边的一些操作杆啊、控制室，然后再把前面的主装甲盖盖上。好了，小人就坐在里边了。指挥官的动力服，这个东西的材质嘛，就不能跟戴亚克隆的比了。虽然说没有戴亚克隆的那个材质好，不过做工什么的也还行吧，料子也还可以啊，包括水口控制了什么的，处理的也是比较到位的。关节的可动性也挺好。啊，这个大机甲就有转腰了，腿部的关节也有很多，膝盖竟然还是双关节的。枪的造型做的也可以啊。好了，全装备搭载上来，这台指挥机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。造型来说，其实还是挺带感的，有一种合金装备的味道，莫名的小岛秀夫的那种感觉。而且身上其实它没有上太多的涂装，这些涂装都体现在这些点缀的地方啊，眼睛的、胸口啦，包括一些后边的散热孔的一些点缀。腿部嘛，因为有了更多的一些关节了来处理的，而且胳膊的位置啦，包括手腕的位置也有独立的活动关节，所以呢，摆一些造型应该是问题不大的。其实这个弹仓打开以后，里边的这个涂装红色的地方点缀的也是挺精细的，做工还可以吧。然后我们来拆拆第2盒吧，第2盒是04号的以后，这个说明书我觉得更像是一些的设定集吧。EM 资产保全，一印的这些地方细节倒是还可以啊。哎，这里有个小胳膊。这块是个可拆卸的肩胛，怪不得。那其实说起来，这个也相当于另一套动力服了吧？这个小人是握着枪的，这个枪是和手型连在一起的。你带枪坐进去，然后盖上它的操作面板，腿放好，好扣上。机头放在这里，我猜这2个小炮应该是插在这儿。这样是不是就有合金装备那味儿了？确实很像，算是先把这个4足行走的机器人给它拆开了，拆开了一部分。打开以后，里边是银漆的涂装，看起来也是有像武器一样的东西。好，可以给它装，增高了，变成大长腿机器人。我看这里有一个这样的形状，感觉像是能给它套上去。
啊，果然可以。这个就是为了插他这个脚的，尺寸刚刚好，还能这样互动。好吧，一条腿这个，一条腿这个吧，反正本身就是一个不对称的铁拐李。好了，把四足机器人身上的装甲给指挥机装上，效果也还不错吧。其实应该还能继续往上插东西啊，窟窿眼还很多啊，到时候一起互动的这些东西放上来，其实也挺好玩的。而且这个火力一看就猛起来了嘛。这个其实它本体的模块是一样的，都是一个这样的身体，然后加上各种不同的配件来完成互动的拼插。所以这就是这种类戴亚克隆玩具的一些魅力吧。通用的接口，不同的互动的零件组合方式，最终打造出来你想要的一种作战效果吧。就跟我这两天玩那个艾尔登法环似的，莫名其妙，你这玩的好好的，突然被别的东西吸引跑了，你原来的准备想去干什么的时间就忘掉了。开放世界，所以说开放游戏的魅力呢，就是让你不由自主的沉迷其中，沉浸感吧，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。像这种拼插的这种互动的玩具呢，也就像开放世界一样，只不过它变成了开放类型的玩具。有很多独立的联动零件，而且这个履带的设定也挺有意思啊。前边有一个类似于增加接地面积的这么一个支撑的架子，后边这里还有两个类似于打地桩一样的东西啊，直接的插进地里去。这个东西的设定还挺真实系的，就是说增加了接地面积嘛。比如说开这个大炮的时候，后坐力会比较猛嘛，这样去更加稳定一些。还有后边的这些小盖板也是可以翻起来的，这个应该是开完炮以后的散热孔吧，应该不是推进器啊，就是散热用的。这么大的东西用推进器来推动也太小了点，我觉得这里是不是能动啊？可以。这个下边有一个齿轮关节，总的来说也是一个挺帅的机设吧。当然如果你想给它的武装再加强的话，你甚至可以把这个指挥机身上的这些东西扣下来，给它再装上。第三盒这个，你说该叫它什么？叫决斗士还是角斗士？我觉得应该叫角斗士吧，因为它毕竟长了两个犄角。这个玩意儿呢，其实让我感觉有点像牛魔王的那个味道啊，它就牛魔王机。武器的折叠方式，斩击模式和射击模式，小乌兹变成了这种斩击的，像是斧子也像是刃一样的东西。这里可以打开，打开里边也是有武器射孔的。这回的驾驶员穿的是一身灰色的制服，也是带着枪的。这个是个替换的面雕，也就是说这个牛头拔下来以后，里边无人机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红色的，相当于摄影机吧，然后把这个东西替换上。这个头前面是平平的，有点像堡垒啊。说白了，这就是个替换面雕。不过我觉得还是这个牛头比较猛，把它当成拐这个样子拿也可以。翻过来拿，变成一个屠夫大砍刀也可以。然后呢，把这往过一扭，这个拖把可以缩回去啊，就变成了一把乌兹冲锋枪，嘟嘟嘟嘟嘟嘟嘟。这个就正儿八经的荣耀属于天生狂战了。屁股后边这里打开这个推进器喷射引擎，就可以让它加速的往前冲，而且腿比这种指挥官的一些机甲要长很多，所以奔跑起来也很适合。膝盖上边还可以把那两把乌兹枪的这个枪刃变成了两个膝盖甲，然后往前冲锋的时候连带着往前刮人，你甚至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跑动起来的斩马刀这一类的吧。然后呢，在冲锋以前先发射2排烟幕弹，打掩护啊，直接前方的阵地里边先
轰炸一遍，轰炸完了以后，趁着烟雾啊，不管说轰炸能不能给敌方造成伤害，起码在震慑力方面，还有在烟雾起来以后的一些掩护力方面，都是不错的。然后带着刀子冲锋，前方的护甲这个地方也是比较结实的，所以也不容易被打穿。接着直接冲上去，拿着2把双刀跟敌人近身肉搏，再加上腿甲上面这种先后的刀刃，咔咔咔咔，跟他拼了就完事儿了。我们可以把牛牛的其中的一条腿给他撅了，哎，我们把这个刀子也卸下去，然后牛牛的这一条腿可以变成一个机械臂，这大爪子，也变成这样的东西啊。然后牛牛身上会带的这种球冠的接头，我们拿一个下来，在背包上边融入了又一种新的玩法吧，类似于背包上面的机械臂，也可以给队长这边再挂一杆。同时你也可以把牛的2条腿都卸下来，都挂在队长的背包的两边，也不错。哎，我再想一想，哎，听说过典韦吧？双戟被偷走以后的典韦就撸着2个敌军的尸体，在和宛城的张绣战斗，啊，就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了。3盒吧，03、04、05这3盒可以玩起来互动的各种拼插。其实这个系列嘛，如果说你开发自己的脑洞，也是可以完成更多的这种拼插的方案。我这就是自己瞎玩吧，自己搭配出来的一种玩法。我觉得我更喜欢这个4足行走机器人啊，所以我把更多的零件都给它用了。装上去以后嘛，旁边一个指挥官，这个相当于指挥官的保镖机，指挥官御用战斗机器人吧。然后捡起来刚才在战场上冲锋已经被击毁的这个牛头人的尸骸啊，狂战士的尸骸举起来扔向敌军的营地，同时也把自己的这个士兵救了回来。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剧情，瞎编的，基本上就是主打了一个高可玩性、原创的一些画风，可以配合戴亚克隆玩的一些沙盘的模式，或者说开放的自由度。最后呢，售价还是比较便宜的。当然，在整体的一些美型度方面来说，这个我觉得就因人而异了，看每个人自己独特的一些喜好吧。或许也会有人喜欢这种美术风格，也或许有的人接受不了这种感觉啊。但总体来说，价格摆在这儿嘛，它毕竟你现在买一小比例还多少钱？这100来块钱也蛮开心的吧？100来块钱一盒啊，所以呢，这个东西也不错。然后嘛，我还想着这一套咱们玩完了以后，到时候搞一个抽奖吧，把这3个东西抽奖给大家送出去啊，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东西究竟怎么样。我在想，它后续会不会再出一些其他的系列，来把这个4足行走机器人变成一个大飞船，或者说其他的机体一起拼起来，或者说3个5个这个动力符的核心拼成一个大的机体，这个作为船头，这2个作为进气口的地方，再加上翅膀什么的，其实也挺好看的。那也得看它后续要出什么样的零件，或者说玩家们能开发出来怎样的脑洞吧。那么这3套吧，大概就是这样了。思阳文化和闪焰工作室联合出品的这一套原创的小机甲，基本上就这个样子了。